勘察现场，提取线索，蹲守排查。他们制定一套游戏规则。小先生，需要报一下你的位置，你能看见嫌疑人吗？老贼活跃，新贼兴起，案件不断。而且他妈现在肯定在说谎话。真相之前，迷雾重重。我也证明不了，但是披头士查东西看了吗？错身之间，警与匪的较量仍在继续。北京市石景山区，位于长安街西段，距离天安门广场14公里。常住人口63.9万人。石景山公安分局约有80余名刑警，这80多人要联合当地的派出所，维护整个石景山区的治安与稳定。带过去啊！绿灯的过，不要闯红灯，不要闯红灯啊！注意交通安全，谢谢大家的合作啊！稍等会儿啊！下午5点，城市的下班高峰期。人潮陆续从岗位回流至家庭，这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。然而背后却暗流涌动。你在什么位置啊？就那个红汤拉面那个往南走了是吗？奔天士洼走了。我刚才那是坐了呢。且坐呢呢。他坐溜达坐溜达。战友。跟昨天一样，找目标嘛，等天黑，找目标加等天黑。董天苗所带领的行动组有10名探员，专门负责砸车盗窃类侵财案件。小先生，需要报一下你的位置，你能看见嫌疑人吗？看见没瞅着那个人？作为全局为数不多的女刑警，且唯一的女队长，董天苗天生有一副警察相。他从哪儿进的公园啊？我之前参加了一个活动，然后就认识一个助产师，他就我们一块照的照片，去参加活动照的照片，我就发现就跟我朋友说的，我整个整个脸。就表情线是往下走，就正常的状态是很严肃的，或者甚至是有点让人就是害怕的那种感觉。但是我看着那个助产师，就是他什么时候都是微笑，就特别开心，发自内心的那种笑。可能是这个工作还是会有点影响。行动队今天要抓获一名涉车盗窃案嫌疑人。1个月前，辖区内八角街道发生多起砸车盗窃案，经过蹲守排查，基本锁定了嫌疑人。你们1点半按点就出来了，咱们不着急抓。如果他今天真干了，咱们不着急抓他。砸车的案子属于一般盗窃案，一般盗窃案件得够2000，就损失价值得够2000以上才够刑事案件。抓了他治安处理15天出来了，白工作这么长时间了。天苗将队员分为3组，一组在犯罪嫌疑人家门口蹲守，一组在公交车站等候，跟随嫌疑人上公交车。那个台阶那儿有一个，然后还有3在印度医院。天苗则和探长陈浩在后台视频监控。一旦嫌疑人乘坐公交车，他们立即出发。出来了啊！我回看一下。今天他换衣服了，一会儿我把那个整个特征拍一下，发到群里。为了找到确凿的证据，
办案的大多时间用在了外线跟踪上。小二，你车跟过去。就一站2个人，我们来给2站。这个是我们那个在公交车上跟着他一块坐公交的那个，这个是我们开着车在后面的位置。你要正经干，真得6日是吧？5、6日周末出来，然后饭馆周边儿，他这路子都不对啊。在天苗的办案经验中，砸车的犯罪分子一般选择周末出动，场所也在热闹的市井。而这名嫌疑人的行为轨迹让他起了疑心。有可能他有那个一件反侦查衣服和甩尾后边，他也不确定有没有人跟着他，他就通过来回换车，或者走那个不是正常人走的道路来甩尾。这连后车拿手电照一下。就是这种犯案也分级别的，我要是他，我肯定不在这儿砸，我花点钱都坐远点上朝阳砸去。所以他这儿真砸了也没什么东西。人有好处就是他蹬着不容易醒，但是他也老干不成啊，干不成也挺着急的。本来不应该希望他干成的，对吧？没办法，你要阻止他的话，你就处理不了他。要不阻止他呢，又会有一个人受害。他不干成呢，我们也没法抓他。哎呀，很痛苦。其实这就是一个猫和老鼠的游戏。我们是猫，犯罪嫌疑人是老鼠，他们在人群中说也要发现有没有警察跟着他们。我们对他进行外线跟踪，也是要隐蔽自己，不让他发现，适时的进行抓捕。然而接连3天的跟踪，老鼠似乎嗅到了猫的味道。18935，18935，谁开着呢？谁没上过车？去车站。我开着18935，我开着18935。别着急，别醒了，他应该就是该回家了。王然在车上呢，你能看见下车的位置吗？能看看下车了，别拍了。看那个地铁后门方向走啊，进地铁了，是不是有点醒了？别进去，有点惊了。惊是刑警们交流的一个暗语，意思是嫌疑人已警觉受到跟踪。但比惊更让刑警们头疼的是贼醒了，这就意味着贼已经知道谁是警察。进了地铁以后，我一看这边跟太紧了，我就从后边绕过去了。他说我刚到那个闭口那儿，那好几个保安就出来了，给他拦住了，说不能出去，看见没有？今儿坐了多少回车？看见没有？根本来不及，站起来就跑，每次都是紧抢2步。行动队重新更改了作战方案，然而接连几天，犯罪嫌疑人却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之后就连着好几天，2天吧，他都没出来也没发现他活动轨迹。然后我们就再去摸他的情况，发现他已经搬家了，非常突然的搬家了。现在这个案子等于是就是断了线了，暂时没有什么成功的线索。嫌疑人的消失，让破案的压力重新回到了天苗的身上。注意力集中，枪弹结合不上膛。不是每一个案子他都能说从你接案到肯定就能破案的。这个警察也不是神仙，神仙咱也不能说就保证每个案子我都能破案，这谁也不能拍着胸脯说。所以说从接案子开始，我们都是尽可能的去收集证据，然后去做相应的侦查工作。但是侦查工作的结果是我们不可以预料的。
搬是猛抠的，对，踢他的时候是你无意的，但时间长了你可以自己收回来。我累了以后我收回来，我歇一会儿，再出去。天下无贼似乎只是一个梦想，可对于董天苗而言，旧恨未了，新仇却接踵而至。记住把这个砸车这个现场照片，细说看一下。石景山鲁谷街区，20辆轿车一夜间被砸碎玻璃，车内财物被盗。都是直赔。他现在能确定作案时间吗？是几点到几点？确定不了具体时间，只能就是咱们就看那个晚上11点到凌晨4点。现场勘查是破案的第一步，因为我们受理案件之后呢，第一时间到现场，会对这个报案人进行访问、走访，周边有没有目击证人，同时呢，技术人员会在现场进行勘验，提取指纹、足迹或者相关的一些痕迹物证。现场有东西吗？有血。有血。对。不踩是吧？有脚印儿。他应该还不会是有专业的作案经验。之前我们接的砸车玻璃都直接就是对玻璃使劲，直接撬换玻璃，就是现场能反映出来这个人就心智不是很成熟的人，不是像专业的砸车作案的嫌疑人。说我有针对性砸，我速度非常快，我也不碰其他地方，我砸碎玻璃直接拿包就走。为了佐证猜想，天苗组织队员前往案发现场。通过这个现场走访，对那个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状态、他的体貌特征，包括他作案时候的手段、心态进行一个刻画，把整个现场还原，从而推理出这个犯罪嫌疑人作案的目的、手法。他生活层次应该不是很高，有可能岁数也不大。犯罪的嫌疑人出的东西很多都是现场3，我们主要还是锁定在年轻一点的人单独的晚上夜间布景的。4年的时候，平门地区也有了这么一类似，后来我们抓获这个嫌疑人了。嫌疑人就是一个小孩，才14岁，他跟另外一个年龄比他稍微大一点，2个人一块儿，就是也没钱吃饭，没钱玩，就是砸完拿着零钱就上网吧泡去。然而天苗没有妄下定论，为了下一步的视频侦查工作，队员们开始大量收集案发现场周围的视频监控资料。我现在盯着你呢，看有没有人。我已经恍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会歇会儿再看。视频侦查是整个破案过程中最难熬的一个步骤，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。关键得确定他是几点多的案，咱下一步咱追录像都好追。哎呀，坏蛋不出来。哎呀，这录像质量忒差。看录像，不像看一个连续剧有情节，有时候你看了那个，感觉这个画面是没动的，其实这个时间在动。我总结就是必须，首先得细心，然后呢，就是得有思想，有逻辑。有时候稍微有一点那个细微的变化，可能就是破案的关键所在。通过调取沿街录像进行逐个分析，陈浩将可能作案的时间控制在凌晨1点至4点，锁定了3名犯罪嫌疑人。先看这个范娜，先看这个是一个穿白衣服的人，这小子进小区了啊，然后他看警车以后立马出来啊，又跑马路对面小区里。这个躲警车这个比较可疑。这他去哪儿了？这个太可疑了。他是打车来的这儿，打了一辆正规出租车，到了院门口，下车以后进去了，对，从院出来的，我感觉可能应该是住这儿。当我们锁定某一个嫌疑人或者某一个细节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挺有
成就感，因为这是我们一步步的接近真相。其实咱们现在除了在屋里调录像，剩下时间我觉得咱都在外边，是吧？尽量就是有了案子就得赶紧搞，赶紧做，抓紧时间做，就怕断。遇见警车掉头，成了第一个嫌疑人的关键词。而嫌疑人在视频中消失的地方，是一个封闭的厂区出租屋。哪儿呢？天苗分派探长顾然前往排查。在排查过程当中，一个是找符合我们这个条件的人，另外一个呢，看他具不具备作案的时间、地点。就是6户，大概有多少人啊？我算了，全户9个加4 13个。有那半大小子吗？就18、19岁、20郎当岁的，就一个。那跟这个特征有什么区别啊？人不戴帽子。是不戴帽子，除了帽子呢？除了帽子啊，就体型来讲。没有明确指向性和辨识度的嫌疑人，让顾然在排查过程中再次陷入困境。压力主要还是来自于群众，就是受到损失的这些群众，造成特别不良的社会影响嘛，群众安全感感觉特别低，这是我们最担心的结果。如果说再怕呢，我们肯定要蹲了。那会儿晚上跟我们一块儿去蹲坑去。裤里面撞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拿出身份来。案件的侦破刻不容缓，为了抑制发案、稳定民心，天苗决定主动出击，先将遇见警车掉头的嫌疑人带回做 DNA 比对。我就在警车边上站着呢。是哪年？90几年？92年。现在带多少钱啊？还办不带就收钱。最近一次给他钱是什么时候？今天我都给了100块钱，他在他爸手里拿200块钱。而且他妈现在肯定在说谎话。他昨天3点，就今天凌晨3点半，肯定是从这院里出去。他妈说就一直没出去，不可能啊！因为录像是追到这边来。你看他往这儿走的时候，这边应该是来了一个警车，然后他看见警车之后就掉了头，在原地掉头就往这边走了。那他使什么东西撬的呢？晚上9点45分，行动队将嫌疑人带回后，等待技术队检验结果。刚才是3点41是吧？3点41。我也证明不了，但是现在就是你看屁兜里查的东西，看到吗？嗯。对，案情不是这个人，不是这个人，抓回来这个。但检验结果表明，该嫌疑人的 DNA 和砸车现场的血迹并不吻合。咱从头再看看。你看这有点脑子有点不转了，这是。你搞回那小卖部那个，小卖部那要不然得重新看，小卖部那个我觉得挺关键的，就不知道它那个效果怎么样。然而天苗他们没有放弃1.04，重新拿出了第2位嫌疑人的影像，进行行为轨迹分析。到时候看吧。从这门里出来一个背包的小孩，那个穿的那个黑背心上面有龙凤啊什么的。谷歌呢？看谷歌吗？睡觉。在时间的流逝中，案件的迷雾似乎就要打开。出来了，不让啊！我们看见一个重大发现，有可能是重大发现，不是，他是往这边走的。对，这边。那怎么回事啊？别停，你别倒了，就那么拨。不是他不是还是怀里抱着东西呢？怀里有东西啊！是他吗？这个这有点像。这就是你说那龙凤那个龙凤。几点啊？他突然跳出来了，在这儿。08啊，就10分的时候。对，就这。你看，
那往前这院里头是不是？不是，他是贴着墙过来的，还是这儿出来的？你看一眼，不是，他是贴着墙过来的。06是吧？天无绝人之路啊！20号12点的时候，12点01，从网吧出来，奔西溜达，穿过小门，穿过小门以后是12点10分，从小门回来，到众庭园门口，进众庭园了，那点是12点43，等于他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在那个检测场干了4个车。在队员们进行行为轨迹分析的时候，出发去网吧的陈浩带回了一个消息，成为了破案的关键。在网吧里，差不多。他现在这时间绝对是稳稳，全都是吻合了。而且陈浩还发了一个，前几天拿了50张1块的，就找网吧网管换了一张整50的。我觉得这回应该是准的，这应该准了。都给全找不着了，时间点都吻合，时间点差不多，跟咱们算的差不多，找着了。他应该还回网吧了，那里边谁去啊？你跟五个去吧，你一个人涮一下，看看里边有没有2个人。好吧，剩下的人分2个组，2个车转悠，在马路上转去，他这会儿应该出来了。你慢点，天猫。哎，好嘞，放心吧，等我好消息。其实整个办案过程中，抓捕是一个大家都觉得最刺激的一个，大家都喜欢去抓捕。但是你被抓捕这一瞬间，你就想象不了前期要做多少工作。去那个网吧，邮局网吧，人在呢，咱们现在都所有人去邮局网吧，去邮局网吧。公安局，把烟掐了，站起来，身份证兜里东西都掏出来，别动，兜里东西都掏出来。包拿过来，东西掏出来。这都是你东西是吧？对。没事儿，这是规矩，知道吗？别害怕。是啊，这是规矩。搁包里，搁他那个，让他随身物品那袋儿。这种好多就是家里人也管不了。像去年抓了一个，他第一次进去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后来证据不足，给他取保候审了。取保候审完了之后出来，他又继续干，又让我们发现了。就是说，你家庭和道德你都规范不了的东西，最后只能用法律来规范。银河把你传唤到派出所。因为打车盗窃。打车盗窃是吗？对。打了多少辆车呀？最后说嘛，一共21辆，是吧？有20多辆是吧？对。看微信上有一个比喻，说这个警察是什么？警察就是打个比方，就是说这儿有座桥，然后桥下面是滚滚的那个江水，那警察是什么？警察就是那个栏杆，就桥上那个栏杆，那个栏杆平时可能搁在那儿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一旦没有那个栏杆，你就会觉得很害怕。